大家還記得2014年那場侵略嗎？在烏克蘭尊嚴革命爆發之際，普京趁機派遣大批特種部隊閃擊克里米亞會議，隨後在3月16日強行宣布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短短1個月，克里米亞就淪為了侵略者的領土。這一幕是我們許多烏克蘭支持者心中永遠的痛，對於烏克蘭人來說，更是永遠無法忘記的恥辱。但是10年過去，這一恥辱或許將由烏克蘭人親自抹去。根據報道，國際軍事專家分析，隨着烏克蘭無人機不斷擊毀俄境重大目標，甚至將戰火頻繁燒到莫斯科地區，俄烏戰局已經開始迎來逆轉。烏克蘭拿回克里米亞控制權的條件已經變得無比成熟，只要接着保持現在高強度的打擊行動，再將俄羅斯的3條生命線徹底封鎖，克里米亞將回歸烏克蘭的懷抱。那麼，專家提到的3條生命線到底是哪3條？克里米亞半島為什麼那麼重要？這場跨越10年的復仇又將走向哪種局面？為了理解這場正在發生的偉大轉折，我必須帶大家先看看克里米亞對俄烏戰場的真正意義。如果打開地圖，我們可以發現，克里米亞半島位於黑海北岸，地理上幾乎完全被海水包圍。它僅通過北部纖細的路橋與烏克蘭本土相連，地緣特徵極其孤立。但就是這塊孤立的半島，卻自古以來就是各大帝國在地中海東側的必爭之地。對於古希臘人來說，這裡是通往北方蠻荒之地的貿易中轉站。對於瓦良格人來說，這是通往君士坦丁堡這條黃金貿易路線的必經之所。克里米亞控制着黑海的中心集合點，誰佔據了這裡，誰就能將武力直接投射到巴爾幹。更重要的是，半島的塞瓦斯托波爾港作為天然的不動梁港，其水深條件在黑海首屈一指，港口周圍天然的山體遮蔽，使其成為黑海艦隊躲避風浪與打擊的居家母港。如果沒有克里米亞，俄羅斯的黑海艦隊將縮減為一支缺乏機動性的近海防禦力量。而對於烏克蘭而言，克里米亞是主權完整不可分割的象徵，它是維護赫爾松、尼古拉耶夫以及敖德薩安全的最前方天然屏障。在被佔領前，克里米亞擁有至少12座正在營運的高吞吐量商港，這些港口每年承載着烏克蘭數千萬噸的農產品、金屬與礦產出口。2013年之前，克里米亞更是黑海旅遊的璀璨明珠，為基輔貢獻了巨額的外匯。然而在2014年，普京親手撕碎國際法的公義，將克里米亞據為己有。普京這波算盤打得很溜，只要奪取了這顆黑海明珠，保障黑海艦隊安然無恙，還能鎖死烏克蘭的未來。但他算漏了一點，克里米亞雖然是堡壘，卻也是最依賴外界補給的孤島。黑海艦隊被打得潰不成軍，我們就不多談了。當初普京究竟是如何利用烏克蘭的陣痛偷走了這顆明珠的？2014年2月，基輔爆發了尊嚴革命，普京見狀，決定利用烏克蘭政權交替的脆弱期發動奇襲。2月27日凌晨，一群穿着俄式迷彩、攜帶俄軍標準裝備，卻沒有任何識別標識的武裝人員出現了。這些被全世界稱為小綠人的俄羅斯特種部隊迅速包圍並佔領了克里米亞議會大樓。在黑黝黝的槍口下，克里米亞會議被迫進行了一場非法的秘密投票。親俄派政客谢爾蓋·阿克肖諾夫被強行推上總理寶座，儘管他此前的支持率極低。隨後，普京向全球宣稱俄羅斯沒有參與，他甚至荒謬地聲稱這些攜帶精密武器的士兵只是當地自發的民兵組織。但事實上，22000名俄羅斯精銳傘兵正源源不斷地跨過科什海峽，接管了所有乌方基地。儘管公投違反了烏克蘭憲法，也完全違反了國際法，普京依然在3月12日完成了所有吞并程序。自此，普京將克里米亞變成了囤積導彈、監控整個黑海的巨大要塞。普京明顯以為，只要生米煮成熟飯，通過大規模的基建和移民，世界終會承認侵略的既定事實。然而10年後，當烏克蘭的無人機再次掠過克里米亞的天空，他才發現自己建起的所有補給線都成了致命傷。克里米亞的強大完全建立在3條纖細的生命線上，只要解決這3條生命線的問題，俄軍將在半島上不戰而潰。時間回到最近，戰局逆轉，烏克蘭軍隊已經從防禦方轉變為了戰略主動方，從克什大橋到摧毀海峽輪渡，癱瘓南部陸地走廊。烏克蘭這些天一系列的打擊，直接讓克里米亞內部燃料斷絕，多地大範圍停電。不過，根據軍事專家的看法，想要真正奪回克里米亞半島，還需要打通這3條生命線。第一條生命線是俄軍防線，由於克里米亞獨特的地理位置，純靠海空封鎖基本無法實現實質佔領，因此烏軍最終仍必須發動大規模地面攻勢，突破扎波羅熱與赫爾松的俄軍防線，打通克里米亞與烏克蘭的交通網。最近，烏克蘭已經在為此行動了。他們將目光放在了那座耗資數十億美元、全長19公里的克什大橋上。這座橋是普京的個人政治面子工程，
也是克里米亞獲取俄羅斯能源與重型裝備的通道。根據 X 平台上發布的最新衛星照片，我們可以看到，烏克蘭通過遠程巡航導彈和自殺式無人艇，以持續對大橋實施精準打擊行動。為此刻科什大橋的出口處已經爆發了超10公里的嚴重交通堵塞，除了橋上，橋下的打擊也沒有停下來。科什海峽的高頻率輪渡系統是大橋受損後的唯一替代。烏克蘭空軍通過高精度衛星情報鎖定了這些輪渡的停泊位和作業實施航線。在近期的密集襲擊中，多艘大型輪渡在烈火中沉沒，這樣預示俄軍的後勤備選方案徹底破產。第二條生命線是一道紅線，克里米亞始終被視為克里姆林宮的紅線。按照軍事專家的推論，一旦越過這個紅線，普京動用核武器的概率將大幅增加。但烏克蘭的打擊早已觸及莫斯科核心地帶。不久前，烏克蘭多架無人機襲擊了莫斯科地區的多個目標，包括卡波特尼亞煉油廠在內的諸多大型設備當場升天。打到莫斯科了，克里姆林宮的核武器卻一直沒有動靜，這或許也說明這條紅線或許是最不需要考慮的一點，因為克宮不敢賭。第三條生命線則是一條援助線。現在雖然是奪回克里米亞最好的機遇，但絕非一時半會兒就能實現。克里米亞反擊戰勢必是一場資源消耗戰，這就需要烏克蘭繼續聯手歐洲和美國，一邊輸出珍貴的真實戰爭數據，一邊獲得持續援助，保持高強度的反擊，才能在戰局逆轉的關鍵時刻一洗前恥。當這3道高牆被越過的同時，也就意味着克里米亞正在從一個進攻據點萎縮為一個巨大的資源墳場。沒有了外界輸入的彈藥、燃油和備件，島上的俄軍將面臨圍城戰中最絕望的結局。不過，如果你認為這就是烏克蘭的全部計劃，那你就低估了基輔的戰略雄心。烏克蘭正準備給克里米亞這座孤島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火力封鎖。當塞瓦斯托波爾的供電與通訊在一夜之間全部消失，俄羅斯占領軍將面臨什麼樣的生存危機？隨着後勤封鎖的加劇，烏克蘭對克里米亞的核心城市發動了更為猛烈的戰術反擊。塞瓦斯托波爾這座俄羅斯黑海艦隊的象徵性母港，最近正在遭受毒打。烏克蘭出動了整整301架各式長程自殺式無人機，對該市的能源樞紐發動饱和打擊。襲擊導致整座城市在接近30度的酷暑中陷入大規模停電，行政與軍事指揮系統瞬間癱瘓。親俄派市長在社交媒體上公開呼籲市民減少用電，因為所有的備用發電機都已沒有燃油。由於烏軍此前已精準摧毀半島上的多處戰略煉油廠，占領當局不得不下令停止向普通民眾售賣燃油。這意味着普通民眾不僅面臨沒電沒水的困境，連基本的私人交通工具也將由於斷油而徹底拋錨。由於缺乏持續的電網支持，備用動力下偵測效率被大幅壓縮，防空圈出現了大面積漏洞。塞瓦斯托波爾的街道上不再有坦克的轟鳴，取而代之的是試驗裡絕望的沉默。烏軍的縱深反攻讓俄軍苦不堪言。於是克里姆林宮又祭出了老套的殺招，有事沒事炸基輔，最好把烏克蘭在基輔的防禦工事通通炸飛。但這一次克里姆林宮的算盤要落空了。根據路透社報道，俄羅斯在最近凌晨再度對基輔發動了空襲，結果呢，基輔市軍事管理局局長特卡琴科直接淡定表示，烏克蘭防空部隊已對俄羅斯導彈展開攔截。最終氣勢洶洶的空襲取得了無一人傷亡，一處倉儲區域被引燃的豪華戰績。與此同時，烏克蘭的反攻還在持續。澤連斯基已經批准了一項為期40天的行動計劃，即在隨後40天裡持續以中程及長程武器和無人機針對俄境內以及俄戰區發起猛烈襲擊。只要俄羅斯的侵略沒有停止，烏克蘭的反擊攻勢就不會停止。相信大家還記得，烏克蘭已經獲得了在烏克蘭本土持牌生產遠程導彈與防空系統的支持。這些支持將允許烏克蘭繞過所謂的升級紅線，直接鏟除克里米亞半島上的每一處侵略者營地。儘管面前還有3道高牆，但烏克蘭人已經看到了那抹希望的曙光。畢竟克里米亞已經從俄羅斯的戰略資產退化成了克里姆林宮沉重的債務包。為了維持對半島的佔領，俄羅斯每天都在燒掉驚人的外匯和軍費，但這已經無法阻止烏克蘭軍隊收復失地的決心。甚至在我看來，克里米亞大橋的再次關閉還象徵着俄羅斯防禦圈在黑海的倒退。2014年，俄羅斯用暴力偷走了半島。2026年，烏克蘭正在用智慧和意志開始將其堂堂正正的拿回來。儘管我們還無法肯定烏克蘭是否真的能夠成功，但這確實是最好的時刻。而我也相信，克里米亞重新屬於烏克蘭的那一刻終會到來，榮耀歸於烏克蘭。好了，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大家是否相信烏克蘭能奪回克里米亞半島呢？請在評論區留言討論。我們下期不見不散。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打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动性，對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